就看一下终于有这样一次机会之后，打出来的一种对抗的状态了。看一下 AG， 他蓝色方，要不要搬的是海月，并没有搬刚才用过的英雄。提速的话，他自己要纠结强势的那种开团斧放哪几个？他盾山自搬，还有个空空儿，还有个杨戬、朵莉亚。AG 是搬张飞，那空空儿提速要不要搬？搬了杨戬，空空儿出来了。也是对面没有大司命了，但是有狂铁，狂铁可以抢。对于提速来讲，然后就射手位公孙离得出，狂铁加公孙离是目前比较好用的。直接选择哪吒。这也是我们说到这个版本梯度有比较大变动的一个英雄啊。但是他高位出哪吒的话，对面可以应对的。射手可以选一些不是那么怕的，像公孙离就没有那么怕，公孙离左边就可以拿。你不拿公孙离的话，那提速这边的射手的选择就有点难了，因为他基本上都很怕空空儿，对，或者是你选个敖影，但敖影对位公孙离前期对线又不好打，没那么舒服。直接出女娲，公孙离也没有那么怕女娲。女娲的话也是怀沙目前最自信的一个英雄。他这把目前打大司命还不错，但是面对到空空儿跟公孙离有点头疼。后边搬掉能够抢中线的英雄沈梦溪。其实这把 AG 如果要凶一点的话，中路可以补一个法刺、火舞这种。火舞，但是火舞容错率会有点低。于是处理了沈梦溪，还有关羽。关羽没了，夏洛特没了，狂铁目前的话还有个曹操。曹操这把打切入也还不错。曹操的话提速也可以搬了，然后 AG 是搬掉了虞姬，有自保能力的，搬了个后羿能打公孙离的。还有个敖影，不是 G 没有搬，直接搬了蔡文姬，防止右边这种等你来开他原地反打。蔡文姬对位空空儿就是这个逻辑。选择了戈亚。戈亚。狂铁，他两条边线都挺强势的，没有搬，他搬了火舞是给了曹操。中路 AG 补了另外一个开团点，西施加空空儿，这把 AG 的开团点很多，就是这种可以频繁去抓机会的阵容，小节奏会比较频繁。没错，这把还有大司命，跟节奏能力非常强，他整体的爆发其实也都是完全可以跟上的。提速选择了少司源。这样少司源加上戈亚的话，整体的一个强度也是比较高的，对线强度已经拉上来了，没错。但就怕你对不到公孙离啊，毕竟 AG 拿到公孙离的时候，他会打那种比较灵活的换线，他可能直接坐镇中路。所以这一局的话，其实 AG 它在整体的一个运营上面的话，也是有比较多的方式可以去做应变的。对，它可以规避嘛。它这样很灵活。我的建议就是提速直接让戈亚、少司源中开，跟女娲3个人过来看一下对面的线，然后再去抓。或者是戈亚就左中，然后看到公孙离去哪边就跟着，就追着打。对，就是他的目的一定是希望说，我既然做出了这样一套红色方的对位，我是希望能够抓到人的。然后包括他们也是非常高位的去选择出了哪吒这样一个英雄。就 KT 的话，它整体的一个打野的英雄池上面，是有比较多自己的一些想法的。包括在这次当时女子公开赛的决赛的时候，他还有掏出过像李元芳打野这样的英雄存在。他的这个英雄池确实还有一些不是很常规，但是哪吒的话，在巅峰赛路人节，相信大家都已经品尝到这个英雄的厉害之处了。对的。那在比赛当中，他没有想象中那么厉害啊，因为他可能是出肉刀。今天看到一场是出肉刀的。对。他不像是巅峰赛直接出个红刀出输出，然后上去撞一个 C 位死一个那种。对。然后他自己还很难死，但是现在这种情况，他可能出肉刀打这种限制，用4技能去开视野，打一个这种。怎么说呢？视野上的压制会比较足，或者说洞察一下对面的下一步计划。对，功能型打野。
那整体这一把踢速，它的一个上野的目的就是更多的在一个搅局。 然后包括去获取更多的信息上面，然后包括女娲也是一个可以通过传送不断支援，就是他们的目的还是很简单，希望去找到 AG 的一些单点，看看能不能抓到机会。本质就是以多打少，对吧？他这有哪吒又有女娲，反正都能飞。而 AG 这一局也是选择出了自己的双 FMVP 英雄啊，来看一下双方的这一局对抗了。蓝色方成都 AG 超万会，红色方 T1速，我是解说一血，我是解说潇洒。 两边的这个开局的思路啊是出奇的一致。是的，T速他没有3人中，但是他让女娲跟戈亚过来看了一眼，找了一下对线，还是对上了。然后戈亚中路抢完线之后，直接帮下路控资源，但公孙离来了，也打不了了，因为西施闪现被逼了。然后上路的话，刚刚双方2打2也打了一波。 狂铁还是更强啊！狂铁跟少次元先手一套已经把曹操打了没有战斗力，没错。即便大帅后手赶过来也无济于事。但是因为双方打野刷野路线的不同，所以上路这个空间之顶，有打野的一方还是更容易拿。差不多各拿半边的资源。中路在控线等打野吃，那你控线的话，那中野也很爽，他吃完上线再传中路，还可以蹭一波，也能一起吃。 就中路只要等的话，大司命直接传过来。哪吒在吃中线这件事情上本身就有点弱势，他有点笨重，很容易吃消耗。他手有点短，毕竟他支援能力强，有舍有得是吧？对，那不可能太全面。对。不过今天的开局上面看到 T 速对于渲染确实还是有所针对的。 哎，下半图想接 combo， 差了一点，直接被怀沙反应过来，交了个闪现拉开了。但也很赚啊！这样4分钟那波龙团，女娲就没有闪，那对于大帅来讲就是一个进攻的信号。没错。而且整体的视野现在对于 AG 来说也是比较干净的。这少思源是住在对抗的吧？对，这也是我们说到的嘛，对吧？ 但好像看这个经验啊，渲染并没有落后啊。渲染的还是先5级的这个曹操，然后长生也溜了过来，卡了个视野进了草。对，但凡T速敢清线，他就能钓到，而且是2段拉，但这波没中，那就先后撤。确实一上来感觉第1把也好，第2把也好，就 AG 全员状态没有达到最佳。 他们是一个需要通过比赛不断找到状态的人，就是通过这个技能命中率看得出来啊。第1把的阿古朵大招啊，对吧？包括这把，3分半的时间，然后同样再打一波循环，中医直接再传下来吃一波中线。看到两边的打野上面带到了一个铭文，大司命是带了输出铭文。 狩猎百川，右边的话除了绿色的是换成了虚空，其他的也是输出。哪吒毕竟靠被动打伤害，然后包括 T 这把的话，它的一个狂铁也是可以承担到一定前排的作用的。而 AG 的话，这把是非常吃那种小节奏的。 哪吒直接先手飞到是长生的西施，然后同时女娲这个大招也被规避掉了，长生直接拉扯开了，回头再一拉滴滴血，中一到手。哪吒其实在打龙团的时候有点吃亏的，他没办法站在那儿，他会被白打，他只能飞过来，需要队友过来帮他抢这边的视野。但第一时间龙坑的视野已经被 AG 占住了，哪吒是属于一个应急，强行开了一波团，但队友跟不上。 反而造成了自己的脱节，有去无回，直接被空儿一个大招拦住了。那个口子对于 T 速其他人来讲有进无出啊，所以不敢跟。而且这段时间明显能够感觉到，就是
在野射的对位经济上面会开始形成一定的差距。但踢速他们会换节奏，戈亚直接提到了上路，拿了红，强行打上路的伊塔，又来找渲染，闪现过来，闪现过去，开了一个大招闪换闪。那这样中路只有女娲在防。 没错，这个中伊塔女娲能守住吗？但是看一下一诺从侧面推伞过来，怀沙这边被打出了一手闪现，然后风之特别再一推，但是大师没挤进去，大招再一开，大锤本身伤害怀沙还是被强行的杀掉。因为他们上路其实推塔就行了，但是他们起了杀星之后，再选择回来支援中路可能就来不及了，中路就只能靠怀沙这个女娲，女娲是死之前把技能放完了，兵线清掉了。目前的话，中医也是全场的最高经济。 中路还想控一下，晕到了，找到了伊曼这边没有闪现的一个戈亚，中医再过去一甩，伊曼也没。虽然西施没跟上后续的控制，但是大司命跟上了后续的伤害。这段时间中艺的大司命会非常的无敌，就对面基本上没有办法限制他的大司命。是的，你看这波 AG 就是你打我上路，我就夹你中路。哪吒是选择了。 非一诺的公孙离，但公孙离这个英雄他位移太多了，你哪吒粘不住他的。他可以拉扯。看到中原的大司命目前已经是一个5800的经济了。这把 KK 的哪吒红刀暗影战斧，待会儿要后边补点防装之后憋破军呢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看到这个破军暗影战斧哪吒切 C。 红区的位置的话呢，已经受到了对面的一个进攻，终于拿到了一手锋芒毕露，然后侧面直接飞过来找到长生，强行的把人给带走了，然后渲染这边切了进去，2连击波到手。上路的话暂时没有兵线可以转中，这样中上2波线以及对面的蓝区对于 AG 来讲都可以掌控，所以这段时间 AG 的经济会一下子拉得特别开。因为 AG 打完每一波架之后，他都能做推塔。资源基本上全部都已经拿到手了，但是 TE 的话，我觉得按照他们今天的风格，还是会想要去求战。对，你看哪吒的出装你就知道了。对，他这个出装就是巅峰赛的那个出法，他后边也有可能直接憋破军，就要极致的伤害，一套爆发。渲染在草里，他是提前进这个草的。戈亚不知道那边有个人，有没有敏感度？但是这波曹操出去想去包一下哪吒，但哪吒已经看到了，然后开了个全图的视野之后往这边飞，要飞公孙离，这强行飞吗？应该停了，但是直接被西施给掉了，蹲了一个落点，定点接控制接爆发 ，KK 没了。他应该是不想追了，想撤，但是来不及了。中艺这个位置也还不错，隔断战场过去，然后大招再一开，无坚不摧到手。这样的话，渲染也是直接卡了进去，怀沙的闪现直接被打了出来，赶紧后撤。这样这个红 buff 提速也看不到了，没错。而且 AG 不急，趁着你掉了2个人之后直接压高地，这个双高，女娲没大，不好守啊。下高先掉，中路后边还有兵线，不推了 ，AG 要去收资源了，毕竟哪吒复活了。其实就是有条不紊，你会发现 AG 他打得非常冷静，在自己的节奏当中，他没有贪，他已经把这波架打完之后能做的尽可能去做了，但是又没有给到对面一些反打的机会。这样野区全被控的话，经济差在8分半左右，又接近1万了，比较大的一个经济差。然后包括在发路的一个对位经济上面，还有打野的对位经济上面。其实这几把有一个点就在于，因为 T 速他们在之前的队伍风格当中是非常依赖于 KK 作为一个前排点的，然后他玩到的很多英雄的时候，需要他去挤到一个前排的环境，给到自己双 C 输出。但是今天在打到 AG 打到中艺的一个对位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的经济起不来，他扛不住。是的，而且他这把还玩的不是一个前排，他玩的是一个刺客型的哪吒。需要队友的前置铺垫，就是女娲那套伤害能打残之后，女娲再飞这一波就有机会。但是一诺那个伞位不是很好，在人堆里边能出来吗？再推伞过去，但是对面所有的技能就盯他，把一诺这边给带走了以后，剩下中艺是完成了收割，2连击破1换2。那没办法，因为这个大僧经济太高，即便少了个射手，这后续团战还是能接。对。踢速想要的画面就是这样，只要女娲前置消耗到位了，然后哪吒稳定能够收掉一个人。这波过来想做一波拆火，但是渲染穷追不舍啊，锋芒毕露。最终结果还是踢速亏。
其实这就是在战术的制定上面，当你是希望能够一直形成多打少的时候，你的意图也是会变得比较明显的。是的。这样10分钟的龙，对于 T 速来讲，只能靠女娲大招尝试去抢一下，因为这个经济差出不来。中艺的大司命已经1万多的经济了，这大司命真就无敌。对，这个阶段，除非所有人对面所有人的技能都甩到他脸上，但是这样做的话，你团战后续还是打不了。没错。这样 AG 是一波双龙，女娲大招用过了。那对于他们来说，也是一个有机会直接打终结的一个节奏点。中艺已经制霸野区成器了。现在对于 T 速来说，压力是比较巨大的，因为包括像女娲的经济还没有起来，然后自己的双键盘不一定能够扛得住，看一下能不能够守住。侧面一诺一个人先上去点2下，点到了伊曼这边交了一个闪现，直接被打残了。血染这边再跟过来，找到女娲的一个位置，逼出他的一手闪现，然后侧面怀沙这边大招补上了伤害，非常漂亮的一波击杀。然后侧面的话，血染这边还是能够继续打的，2连击破到手。受伤的只有一诺一个人啊，他这波是。我觉得一诺是有点急了，他一个人去打先手，跟对面换技能也没有选择回散。对，你看正面再开到了怀沙的女娲，甩起来，终于拿到了击杀，天下无双。现在 AG 的话，兵线也都非常的理想，而且对面的话，所有人全倒了，被打了波团灭，只剩下快要复活的一手哪吒已经来不及了，点掉谁？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晚会，再拿1分来到赛点，就还是。一样的一句话，就是在今天目前为止的这个对局过程当中，我们看到的是 AG 的冷静以及有条不紊，就是他们就是通过自己赛事沉淀下来的底蕴，不断的在接受T速打出来。